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好，欢迎大家来到大叔中文。今天是我们的盲盒问题的单元。那今天茶叔问两位大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想3分钟就可以搞定了啊、好，3分钟能干什么？晚上吃什么？晚上吃什么？就是两位大叔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当中文老师的话，有2种可能啊。第一个是你想要做什么职业，如果不是中文老师的话。第二个问题就是，或者是你很有可能会变成什么样职业的人。好，我已经开变数始了呀。对啊，他已经我现在开始了。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不当中文老师的话，你的理想职业会是什么？我啊，现在的工作肯定不是变叔的理想职业嘛，看你做的那么痛苦，我这2个工作其实就是都很痛苦。没有啊，我这个唯一做的2个公司的工作嘛，第一个是那个在布苏做那个中文课设计师，这个我是挺享受的，挺喜欢，因为它还是跟教中文有关系，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对，然后就是自己做课做这个中文学习材料的话，我觉得跟上课不一样。上课的话，有时候就是连着好几个小时一直说话很累。但是做课的话，就是你也可以跟这个系统的那种设置一些题型啊，让大家就是做题中慢慢的学习啊，就会思考怎么样去把它设计的更有逻辑啊，然后更系统性，所以那个我还蛮喜欢的，因为还是做我擅长的东西，我懂的东西，所以那个是在我的舒适区，但是换了一种形式，而且没有那么累。但是我被裁了。喜欢的工作，但是最后结局是不好的。但是那个 A1 的整个 A1 的课程我都做完了，然后我看网上那个 Reddit 上面就是评价特别好但是因为他那个从 A2 开始那个课就很烂对。然后我在想，如果他们不裁我的话，我会做出来一套特别棒的课程。现在就是因为 A1 做的太好了，然后他们到 A2 之后就发现这个课这么垃圾，然后那他们中文然后他们就对这个公司的印象很差。他们中文还有的啊？你说中文整个部门不都裁掉了吗？还是只有裁员？裁掉了，但是他以前的课程还在那儿。还在。他们雇我是要把这个课程做好但是其实中文课等于说是他们的一个脸面嘛，因为他们开始是免费的所以有一些人进来之后觉得哎呀这个课真的不错，等他们付费之后发现 OK 后面的课都很垃圾，就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了。A2 是付费的是吗？就是 A1 你做到中间的时候你就得付费了明白了但是后面的话他们也不管，他们就是短期内雇了很多老师，把很多语言的 A1 的课都做的比较好，不错对推广效果挺好，但后面反正你已经买我的课了，我不管你了。对，后面他们花的很多钱都是给那个营销这种就不会销售那个他们花更多钱，但是反而内容制作上他们就是蛮抠门的对，但这个我没有办法继续做，但是我体验了一下这个感觉，我是觉得还不错。然后游戏这个就是这个行业开始没进来之前，你是觉得是憧憬，对憧憬，而且我之前不是那个中年危机嘛，然后我小鲜肉已经我其实面了这个公司2次，第一次面，然后我拿到那个 offer， 然后我没有去，就是觉得还是当中文老师自由自在的比较好对，但这个就后来就变得很矛盾很纠结就是我辞了我第一次这个推掉这个 offer 之后，然后这个 LinkedIn 它总是这个公司的这个职位就是总是冒在我眼前然后大脑里就一直想，这个就是那个又一个矛盾的那种撕扯就是3个月后我发现这个职位还是开放的，
然后每次有时候他那个公司在市中心，你总会经过那个公司门口。然后后来我就我觉得我必须得去试一下。然后后来我就又申请一下，我说上次通过了，我现在看这个职位还是开着的，可不可以考虑让我再过去？然后我可以接受之前的那个 offer。对，然后他们说可以，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发现被骗了，也没有发现被骗了，真的治好了我的中年危机。现在我的感觉就是，我想回来教中文，不想继续就看。知道教中文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对对，主要是没想到压力这么大。比如说我每周我的工作量已经超级大了，就是我每周社交媒体我必须要发3个帖子，每一个帖子的话，我需要跟很多团队来商量怎么做这个图啊，怎么写文案呐，还要找法务部门来确定我们这个活动要制定规则呀，要怎么进行啊。所以确定下来这个一个帖子的内容，一套的内容，这个基本上我需要1-2周的时间。所以我同时要设计1个月的每周的3个帖子，这个就已经很大很大工作量。但我每天还要去回复这个玩家的那个社区的一些问题，然后他们的问题的话，有时候很紧急，如果你不马上解决的话，他们每天催你。对，然后非常的有毒性的对话，因为他们玩游戏的时候，遇到一个这个故障的话，就希望你马上就能解决，但这个故障可能要慢慢的排查，然后去复现，然后才能找到底是什么问题。但是他们报告故障的时候，可能不告诉你这些信息，只是说我遇到一个故障。然后你们什么时候能解决好啊？解决不好就退钱吧。然后你们怎么这个回复这么慢？就是每天具有毒性的一个社区，然后对，负面情绪太多了，对，对，就整个负能量爆棚。他们也觉得有钱的是大爷嘛，不需要对游戏公司客气什么。对，每一次就是更新之后我就不敢看那个社区。就是知道过去肯定是要找骂的那种。对，不像我们的社区就是这么积极，永远这么和谐，这么阳光。然后有时候就是可能大老板，就是中国老板开会的时候说一件事情，比如说我想在游戏内放一个播客，或者是放一个电台，这样大家玩游戏的时候就可以这个听这个一些好像这个真实世界的这个电台一样，你可以换很多频道，每个频道有不同的节目。然后我在想，你说这个点子是很好，但是你说完这个点子之后，我去策划，我去做内容，这个就是很累。我怎么可能去把一个真的电台放到游戏里边？那这个背后的话，如果他又不顾新人，他又不给我很多预算的话，我怎么可能做成他要的那么宏大的东西？所以可能想一个点子容易，但是这个点子背后执行上很困难。执行上我觉得有一点强人所难，不可能。我就觉得有时候感觉有点窒息，感觉必须加班加到半夜12点才能搞完这种。难怪你这么累啊，疲态负能量满满的工作。所以这个Ben叔讲完之后，我发现他回答的内容跟我问的问题完全不搭嘎。那问题对啊，我就觉得我要回来当中文老师啊！我现在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就是当中文老师，中文老师一半的时间当中文老师，一半的时间把我自媒体的东西弄起来，再捡起来。那就是你几年前的日子嘛？你回归之前。对啊，这个就是你有时候必须得做一下这样的事情，做一下别的工作，知道你最想要什么。所以这个工作真的治愈了我中年危机。我觉得我现在清楚的明白，我拿到那个足够的首付的那个房子首付的钱以后，我肯定是要回来的。
了解。好的，那然后我也灿叔发现，就是这段时间我们做这个，就是我做其他工作的时间，然后涌现了很多新的自媒体的中文老师，啊，感觉压力是不是很大？有时候也好多在矛盾，觉得啊，我在这边做别的工作，然后我觉得很有你的那个前景，份额已经有蓝被人慢慢海，吃掉了，我跟你说。对，就是大家已经来分蛋糕了。嗯，啊，不会啦，我觉得我们大叔已经在这个中文界已经站稳脚跟了，已经是真的有品牌了。所以我们今年要对多请嘉宾，让大家把我们塑造成这么一个中文界的扛把专业子。，对对，我觉得大叔没什么问题，主要你们嗯两个还有自己个人的那个频道嘛，我自己对个人频道就已经2年多虽生放在如此那边， ，OK，嗯，好，但是真的没有心力去弄等这么累，你比较有，咋可能还有心力？等你有空的时候了。对呀，对呀。好对对对， ，OK，那灿叔呢？灿叔如果不当中文老师，你想当什么？啊，这个当作家呀，肯定是，对，是这肯定这个怎么用语言组织一下呢？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好，说我其实最早也不是当中文老师的，我不像笨叔一样，其实一开始奔着就中文老师这个事情去做的。我其实真正中文老师年前才开始做的，我反倒会觉得这个和学生有这个面对面这个1对1的还挺有意思的。现在我暂时还处在这个阶段，但是我又不想，就是后面我会需要投入非常多时间去做这个事情。我希望可能一天可能要有2节课左右，我愿意做这个事情，慢慢做，持续做着，给我带来一些比较好的反馈，也不是很累，我是愿意去这么去做。我不希望它成为我工作里的最大头的东西。所以就是大叔肯定自媒体肯定继续做的，但我现在也会觉得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可能性，就是假如就是你不做大叔了，你不做这个所有跟中文教育相关的，不可能的。我跟你说，就是大叔是不可能不做的。我跟你说，但是这个东西我知道，但是这你让我说完，你让我把话好说完。我的意思就是，就算我们这都做大叔，现在其实还对我而言，不管是大叔还是这个小站，都是在前期，你知道吗？前期是我们自己个人要投入比较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做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其实我是很讨厌做很琐碎的事情的，我是喜欢制定大战略的这么一个人。对，就是我会觉得这个东西要一旦到一定程度，就是能，比如说我们每周就是投入一些时间，不需要那么多，它可以自己很好的运营，底下还有人能帮你去做一些很琐碎的事情。那我可能在这个阶段上，我会首先可能会分出一些时间去搞写作呀等等啊。现在其实也慢慢断断续续在写一些。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的一个养老事业，我会觉得就是我把它慢慢的能写到老，因为有东西去写，它变成一个我可能会想做的一个事情。对，另外写什么内容？你的观众是谁？我的观众是中国人，不是中文学习者，是给母语者写的东西。因为我现在很喜欢写的东西，其实它是类似于这种奇幻类型，而且我的受众可能是青少年。它受众类似于就哈利波特这一波人，这种年龄层次的人，但是我写的哈利波特不一样，我写是东方的，类似于宫崎骏的，再结合英国的那个尼尔盖曼类型的，结合起来是青少年奇幻类型的东西吧。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可能其实这个也是，我是觉得人生的经历真的会带给你很多不同的想法。我为什么会写这种类型的故事，真的就是因为瑶瑶小的时候成天给她讲故事，就是我才发现我其实有这个讲故事的才能，就以前不知道我就是讲这方面故事的才能，就是天马行空的故事的才能。所以另外一方面就是现在陪瑶瑶在上学的时候，陪她弄学习语文啊等等，我发现可能因为在这方面我也在不断的会去研究，去想一想，我可能会因为现在中国提倡是一个东西叫大语文。就是大语文，语文就是它会包括更多东西，是一种交叉跨学科的交叉的一种理解能力的这种东西，它不纯粹只是一种文字上的教学的东西。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跨学科去阐述一个东西的这种事情，所以我可能我现在开始在做一个公众号，我只是把它先养着看一下这方面，我因为不断的因为在就陪他的过程中会吸收了一些东西，自己想的东西，我看一下这方面再拓展一下。而且上个星期的时候，他们学校有一个活动，
就是什么亲子阅读啊等等，就叫一些家长去学校分享，就在一个他们的那个大礼堂里分享一下怎么陪孩子讲故事，就是陪他读书这么一个事情。我当时就去了，我也很多家长他们做了 PPT， 做了演讲稿，我就直接就上去了，我也什么也没有准备，脑子大概想一下，说完之后，哎，反响还挺好。后来后面下周好像下周五有一场，又是关于什么 AI 和学习的，让我又继续去分享。然后呢，学校呢又要开一个什么家长阅读读书会，然后他们的校长联系我，让我去做这个会长，就去整这么一个活动。就是我是觉得其实可能在这方面，甚至在这种组织能力啊，或者这种还有语文教学方面的这个东西，也未必没有一个方向可以去做一做，反正无所谓嘛。你也不知道它到底会最终导向哪里，那么只要有点时间去做一做，养一养，看一看，后面说不来会出现一条也新的路，也可以做一做。所以这我是觉得我不给自己人生设限。OK， 了解。好。茶书，我们是不是讨论太严肃了？对呀，我觉得我觉得茶叔想知道的是那种，对，其实我有一个答案可以满足茶叔想知道什么。就是我还想过可以当那个伴舞。你这个年纪，你是不是有点为难自己？明星在那唱歌的时候，比如说周深在唱歌，你在后面跳舞这样子。对，但是不是那么那个周深那么优美的歌，可能比较那个动感的，或者是街舞的那种啊。很难想象。如果理想化的话，我可以当伴舞，或者是音乐剧里边的那个某一个人物啊，一边唱跳的这种。这个以前但我能力肯定达不到，但是就是理想化中可以。对，这才是我要的答案。你像我，我知道我如果不当中文老师的话，我可能会选2种职业。第一个就是去宠物店当店员。因为我很喜欢猫猫狗狗，对，你就看到很多宠物主人会把他们猫猫狗狗带来，我就可以去摸，然后帮他们洗澡，然后帮他们帮他们的那个猫猫狗狗打扮一下，理个毛或什么的，我就觉得会很有意思。然后猫猫狗狗不是还要那个做那个节育手术，是不是？那是医生的事情，我是当店员就好。但是你赞成吗？赞成那个给节育可以啊，当然节育是好啊，对啊，因为你结扎了就不会有更多猫猫狗狗在外面嘛，所以我觉得节育我是赞同的。那不然你街上那么多流浪猫猫狗狗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可能我第一个想要当的工作就是当宠物店的店员，轻轻松松的，然后可以跟宠物小动物相处，这个我很喜欢。如果不是这一种，我就想要去动物园里面当那个动物园的那个饲育员之类的。你这么喜欢动物的呀？都是跟动物有关系，可以看动物的那些野生动物啦，还有什么夜行性动物啦，或什么的，我觉得会很有意思。然后第二种可能的工作就是想要当那个救生员去海滩那边当救生员因为救生员都会坐在那个很高的那个塔上面，有没有？晒吧。对，然后有个小阳伞，然后在那边看，看看有没有人有。所以戴着墨镜看那个美女，对，都没有人知道你在干嘛，人家以为你很尽忠职守的在看有没有危险，其实有没有那种好看的这样子。然后呢，就是而且我要天体海滩吗？还是随便海滩？可以，天体海滩我可以接受，而且我还蛮想要试试看的，因为我个人就是比较不喜欢身上有衣服那种个性的人，我喜欢这个人嘛，人本来就是天然自然的这种产物，为什么要穿那么多衣服呢？所以我喜欢这样天体营是更好的天体海滩，然后就在那边看着大家有没有很热心很关切大家的安全。我看我们上一期视频下面的评论是说，没想到大叔们都是渣男。对，我每次会加强这个印象。对，然后我觉得当救生员的好处就是只要穿一条小短裤，然后在那边很悠哉，就是你的工作就像度假。当然你也要很注意大家的安全，
其实也很累，对不对？但是我就会找一个特别安全的海滩，你不需要担心会有鲨鱼来攻击的那种海滩。不会很无聊吗？好几个小时坐在那，对啊，你也不能好几玩手机个小时，吧？好几个小时可以这样盯着好看的东西看，有什么无聊的？那不是2个小时不就够了吗？不会啦，我再觉得好看的东西一直盯着也累啊。就是你会看看芸芸众生哦，在沙滩上做什么。不过每个人的确实工作也不一样，很多工作有各种类型对，的工作。我觉得每个工作都有每个工作的苦处吧。但你这个问题问的应该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不当中文老师，你可以干什么？你想干什么？比如说笨叔当个伴舞啊，年轻的时候是可以实现的。你当个这个猫猫狗狗，你也年轻的时候是可以实现的。我年轻的时候还想当漫画家嘞，我说。哦，对了，好，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我还想当那种什么？我还想当那种就是你是假的那个客户，就是公司派你去当假的那个，就是去监督行员就是员工有没有职员有没有专心工作，你去一个饭店里面，然后顾客对，看那个服务员，像督导这样的感觉。对，他们过来就是看他们服务怎么样，然后试一试他们的菜，然后你最后写一个点评交给公司，这样。这个也不错。或者是那种去各个酒店试睡员，就是在那住，体验不同的酒店。有这个试睡员的工作。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工作我们都还没有体验过。对呀，这个世界这么多彩多姿。但说实话，我就觉得就是我现在能不能把这个稍微再多聊一点，就是就是我们已经真的年纪在这里了，确实很多没有那么多选择了，这是绝对的。就是说你想跳舞还是有的，但是在国内那什么很难，不可能，就是很难了。我是说，就是真的，就是有些你像有些青春的这个，你像这种救生员之类也要年轻的，你这个跳舞也要年轻的，就是但是猫猫狗狗可能还好，但是你到一定程度之后，很多工作就比较难了嘛。对，我觉得我们换一个思维，假如就是有下辈子，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和现在工作完全不一样的这么一个工作，脑子里有没有一个想法？我刚才说的不就是下辈子要做的工作吗？下辈子要当伴舞，对你能不能有点不是？我还是想当那个就是酒店试睡员啊，这个就去各个酒店去试一试他们的餐厅啊，然后所有的器械啊、设备啊。等一下，我再给你们加一个条件。因为下辈子肯定不是马上实现嘛，因为现在你看 AI 也出现了，机器人也出现了，下辈子只要地球不毁灭，它肯定科技会越来越发达。我们把这个未来这个东西放进去，可以设想一下，可能未来会出现的一个工种，现在是没有的。比如说90年代的人很难想象，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录视频，就是一个工作，对吧？能和全世界的人一起，你教中文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我的意思就出现了 AI 或者甚至机器人，现在都很厉害了。那甚至以后我肯定是不想坐在电脑前，然后对呀，未来可能我如果想到未来，我会想到可能有一种新的工作，就是到人家的梦境里面啊，然后盗墓空间，然后就是到人的梦境里面去治愈一个人的创伤啊，或者是就是了解他为什么现在会抑郁。所以那你会负能量很大呀。以后的科技可能会已经进步到可以进入人家的梦中，或者我说催眠好了，利用科技的方式催眠，然后去了解一个人的童年，或者他曾经婚姻遭受创伤，或者连自己本身都不晓得他为什么会这样的人，然后我们透过一些科技的方法，我们可以进入他的梦境或进入他的潜意识里面，然后去了解为什么这样，然后进而去他的梦境中改变一些他梦境中的状况现实，然后进而去治愈这个人，就是让他在梦中谁跟谁进行了和解之后，他终于这个心结打开了，所以以后可能会有个梦境治疗师或梦境催眠治疗员之类的工作出现。那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先进的科技设备或有这样的一个行业，我会蛮想试试看的耶。
对，嗯又可以满足个人偷窥的欲望跟好奇心。一嗯方面，真的你会发现这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那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痛苦嗯啊，就像刚刚Ben叔说的，可能负能量很强，可是你会想要去探索为什么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关系造就了这样的一个人。嗯，对，因为我相信在未来，不管几百年后，人类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烦恼，甚肯定啊，至未来的人烦恼会比现在我们还要更多。对，所以我觉得以后这些行业未必不可能。现在是心理治疗师，以后可能会成为梦境治疗师，或者是催眠治疗师，用科技的方法去催眠你，然后或进入你的梦中，然后去让你找回你的健康，或找回你的不再抑郁的心，这样子。对对，我觉得未来是有这个可能。对，说到未来，其实我也觉得，我觉得要是有下辈子，你肯定希望，就是这辈子有些东西你不是特别满意，你想下辈子重新来一遍的话，你可能要做一些调整。就是说实话，就是对我而言，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其实还挺循规蹈矩的，就是从小到大一路都是挺循规蹈矩的。你想干啥？我是说一种可能性嘛，突破。所以我会想，要是未来科技足够发达、足够发展，那人类又到另外一个节点，就像之前这个大航海时代到来的时候，很多人会去进行航海，去探索整个世界。那么后来是不是到另外一个节点，就是人类需要去征服宇宙了这么一个状态？但说实话，这个状态肯定是九死一生的。真正能活下来，真正可能能有成就的人，肯定是100多个里面只有一个，甚至1000里面才有一个人才能活下来。但是我想去做这个，去投入一个可能就是会死，可能没有任何的未来可言，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很好的经历的去探索的这么一个事业里头，就是作为一些人类的，我会觉得就是像当时进入大航海时代，就是坐船。对，先驱你就坐船去探索整个宇宙，你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能就是很荒凉，可能甚至发现一个失落文明等等，所以有很多很多可能性，可能就是出去就直接死了，但是我可以把这个死计算在我愿意承担的这么一个后果里头，我愿意去做这么一个事情，就是下辈子啊，不是这辈子，这辈子我是不可能做这个事情的，我有家庭啊等等，也现在这个状态，所以这只是一个设想，就是说笨叔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类似的设想？我没有那么宏大的设想了，我可能就是以后这个肯定是技术啊，这个 AI 啊，机器人啊，肯定是这种以假乱真的。我可能想做的工作就是跟机器人结婚，就来辨别到底是不是人创作的东西，或者是不是真的是比如说到底是 AI 机器弄的东西，还是人做的东西。或者是可能看到一个人，他到底是人还是机器人？就以后肯定需要有这样的工作来辨别到底，成为一个辨别大师，对，鉴定师这种或者拿来一个这个文案呢，所以你可能要判断这个机器可以做了，我觉得可能就是要去未来可能会越来越。这种迷惑性很大的这种东西，对，你看到一个视频，你不知道它是真的拍的视频，还是这个故意 AI 做的领导人在里边讲话呀、握手啊什么的。对，这个因为现在在没有这种的情况下，就是在我们现阶段，大家就容易被骗的话，已经有些东西是以假乱真了，你其实已经分辨不出来了。是的。你那天说不是看一只鸟什么什么，不是感觉还是，还有看那个现在真的那种新闻的那种视频，现在 AI 可以把你把这个视频放进去，他们就可以乱改了，就我看那个
现在有做那种搞笑视频，泽连斯基跟那个特朗啊，对啊，对啊，普在那儿对啊，对啊，吵架之后，然后打起打起来了。对对对对，然后把那个特朗普打昏了，对对对，那个是那个乌克兰的网友做的，你像这个拿给老人看，我觉得他们也不敢相信，就觉可能会得啊，相信啊，可能会可能会相信这个是相信，我可能会真的相信，对对对，对啊，对我们肯定不相信，但是给老人家看，可能对，就觉得是真的。嗯，好真的。 ，OK，没问题。好，那今天呢，盲盒问题很嗯奇怪的又延伸出很多问题了。好，OK，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这个下一期有更有意思的节目等着大家，我们下一次见，拜拜。拜拜拜。拜。